人的一生都会碰到无数次选择，而每一次抉择都是对自己的挑战。吉娜正是这样一个勤劳的女人，她一个人居住在野外，在这里养殖家畜、种庄稼，没人帮忙，也将这里的生活过得比许多人都滋润，真的太厉害了。早上一起床，吉娜还是和往常一样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等待将家里的所有事情的处理完成后，吉娜便开始继续水车的修建工程了。这是之前运输回来的竹子，现在的水车2根柱子都搭建完了，所以吉娜也要开始完成最后的工程了。现在她需要将这些竹子加工出来，全部制作成竹片，然后她再将竹片制作成竹条，这是一件很费时间的工程。等这里的一部分竹子加工出来后，吉娜拿上工具又来到了上面的竹林。吉娜现在需要收集一些这种竹子，它的材质会更脆一些，将它制作成竹条，使用起来也会更加的方便。一个人忙活这些还是比较辛苦的，要是有人帮忙，吉娜就会轻松很多。等待将上面制作好的竹片全部搬运下来后，吉娜搭建架子，开始围绕2根柱子搭建水车的框架。她将一些竹子的一端削尖，然后再合到合适的位置，插上几根木桩子，再将刚才削好的竹子也同样插进水里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。竹子与竹子的交汇处，吉娜就用刚才制作出来的竹条将它们捆扎起来。这边架子制作好后，吉娜拿上竹子开始测量尺寸。接下来吉娜就要开始繁杂的制作了，我们就慢慢欣赏一下制作过程吧。修建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水车，这2天终于要到末尾时刻了。今天早上一大早，吉娜起床后便开始忙碌了，还是和往常一样，吉娜开始照顾家里的家畜。每天早上都是吉娜最忙碌的时候，毕竟自己一个人居住在野外，家里的所有事情都需要自己照料。等待将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忙完后，他才开始水车的制作。因为经过前几天的辛苦，现在的水车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。趁着今天天气不错，吉娜开始完成剩下的步骤。这些竹子都会插进最上面的木头里面。然后下面的部分吉娜就会像这样，竹子的末端交叉起来，然后再给交叉的2头给固定上许多的竹片，再用竹条将它们捆绑在一起，捆得越紧实，水车也会越牢固。这样一圈功夫下来，吉娜需要使用许多的竹片才能将水车完成。但幸好她居住在野外，完全不缺少建材的来源。就这样，在吉娜的辛苦制作下，水车已经完成了3/4了。剩下的一点点小缺口，对于吉娜来说，处理起来也是轻轻松松。
最后吉娜在傍晚时分，基本将整个水车的全部框架都制作完成了。现在水车已经有了基本的轮廓，剩下的一些制作显得就会轻松很多。第二天早上一大早，吉娜就来到了水车这里开始忙碌。她将提前准备好的竹条全部搬运过来。今天需要将水车的最外围竹子全部加固一番，就只需要将这些竹条相互交叉，然后穿过水车的竹子。这是一项很耗费时间和体力的工作，毕竟这些竹条十分厚重，想要将它们交叉起来，并且围绕在整个水车上，还是十分困难的。将一圈围绕完成后，吉娜又开始制作另外一边。随着吉娜的辛苦劳作，花费的时间也是越来越多。现在这里的天气已经开始降温了，吉娜也需要穿上厚衣服，继续后续的制作。终于在一番忙碌之下，吉娜就已经将水车的外围全部加固，完成了最后的收尾工作。吉娜裁剪了一下竹片的长度，然后将它交织在一起，这样就基本完工了。女人花费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制作水车，现在这水车基本已经完全建造好了，剩下的工作就是需要给水车上面加上一些装水的竹筒，能够让水车在转动的时候将水运输上来。今天一大早，吉娜还是和往常一样，开始照料家里的家畜。自己一个人在野外养殖的家畜实在是太多了，成群结队的鸡鸭，每天光是粮食的消耗就不在少数，再加上家里还有一只怀孕的母猪，每天光是在给它们制作食物上，吉娜花费的时间就很多了。幸好自己一个人居住在野外，有着许多的空地可以种植粮食。最后将家里的小狗喂完食物后，家里的基本工作就完成了。现在吉娜便准备来到家下面，开启最后的水车制作。现在需要给水车上面装备上运输水的竹筒，所以吉娜在测量好合适的尺寸后，便开始加工竹子了。加工好的竹筒，吉娜直接将它放置在水车上。竹筒要斜放，这样能够装更多水，并且不会洒出来。只有跟随水车转动达到最高点的时候，竹筒里面的水才会被倒出来。到时候再给上面安置上管道，这样河水就可以运输到家里了。水车上面需要放置的竹筒数量会很多，越多的数量，到时候运输的水就会越多。将水车上面所有的竹筒都安置完成后，以后运水就像这样，随着水车转动，竹筒就会进入水面，开始在里面装水，最后运输到上面。现在竹筒是完成了，接下来就需要给水车制造动力了。吉娜拿了一截竹片测量水车的宽度，然后她开始按照这个尺寸加工新的竹子。她将这些竹子都加工成合适的一段，然后再将这些竹段分割成竹片。竹片不需要很整齐，用石块直接敲击能将它们分开。就好像这样分隔开的竹片，吉娜直接用几根竹条将它们捆在一起，制作成一块小小的板子。等会这些板子就是水车的动力系统了。
板子做好后，吉娜将它们安置在水车上，再用竹片将它们稳定地捆在上面。一块板子固定好后，吉娜又在后面合适的位置也放置上一块板子，像这样在合适的位置都放上主板，将整个水车都安装上，水车的动力系统就基本完工了。这样伴随着河水的流动，水会冲击着这些板子，然后带动水车开始转动，就起到了一个不需要人力就可以将水运走的效果。现在想想，最开始制作水车的人真是一个天才，这么好的方法都能被他找到。接下来，吉娜便开始准备建立运输水的管道，在地上抛出合适的坑洞，然后给里面立上比较长的竹子，再用泥土将它覆盖。然后吉娜来到上面，还是一样需要立上一些竹子，因为管道的搭建必须依靠柱子支撑。柱子搭建完成后，吉娜开始修建一个直通水车最高处的云梯。云梯的搭建需要稳固些，接口处吉娜都是用的铁丝来固定，再给云梯铺上一些竹子，这样就成了一个承重好的梯子。现在吉娜就可以直接在上面行走，这个位置也是直达水车最高处。现在搭建管道，吉娜就必须直到水车运水的情况。现在的水车因为河水水流速度较低，所以根本没有转动，也就没有运水上来。吉娜来到下面，将许多的竹子插进河道，用竹片来制作一个围栏，再给里面铺设上一些袋子，确保围栏的储水性，实现储水，这样流经水车的水量就会大很多。之后吉娜来到上面，找来之前制作水泥柱子时使用的铁皮，现在这些铁皮已经没有用处了，吉娜现在需要重新利用它们。她将铁皮给裁剪成合适的长度，然后将铁皮的两端给裹起来，确保具有一定的储水性。之后吉娜拿上工具，在铁皮合适的位置凿上孔洞，到时候水就会通过这个小孔流出来。其他运水的管道，吉娜也只能采用竹子来制作，竹子对半劈开，去掉中间的竹节，这就是很好的管道了。现在吉娜就只需要将刚才自己做完的这些管道全部安装在云梯上。管道安装完后，也是准备见证成果的时刻了。吉娜来到下面，去掉卡在水车中间的竹子。果然，随着吉娜去掉卡着的竹子，水车在水流的带动下，真的开始旋转起来。随着河水的带动，水车转动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，水已经开始往上面运输了。吉娜的水车制作大功告成。现在河水已经被成功运输到吉娜家门口，吉娜赶紧拿来自己新做的管道，开始将水运输到合适的地方。这第一口河水就先给蔬菜们解渴吧，毕竟蔬菜生长也需要水的灌溉。这是女人吉娜一个人的野外小家，虽然远在大山深处，但女人一个人居住在这里，什么都不缺。这里的一切全靠女人吉娜的双手修建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在水车一圈圈的转动中，新的一天也已经到来了。有了水车的转动，现在吉娜家后面的这块菜地基本不缺水了，以后种植蔬菜也会生长得更好。早上起床后，吉娜便和平常一样，开始照料家里的家畜。家里养殖了10只小狗，每天早上需要的伙食也是十分多的。喂完小狗后，吉娜又来到猪圈前，给家里唯一的母猪喂上一点好的食物。这里忙完，后面还有许多的鸡鸭也在等待吉娜的喂食。给家畜喂完食物，水槽里面加上新鲜的河水，将一切照料妥当。看样子今天吉娜要准备出门了。吉娜来到厨房，背上了背篓，拿上工具，最后关上家里的房门，便准备出门了。
这边天气平常都比较好，气温开始慢慢变低，这个季节的水果也在开始成熟。今天吉娜也是准备去果园采集一些水果，拿到集市上贩卖。毕竟现在买农副产品就是吉娜的生活费来源了，因为这里地广人稀，而且距离城市也比较远。只要有闲置的土地，并且交通还要方便，那么很多人都会将自己的土地种上经济作物，每年依靠土地的收成，也能让自己家庭过上比较富足的日子。穿过一片的树林，吉娜来到了目的地。这次她要采集的就是这些大青枣。现在这个季节，也正是食用大青枣的时候，直接来到果园采摘水果，虽然会付给农场主一些费用，但会比自己去到市场购买便宜一些。吉娜也是依靠这个，在其中赚取一定的差价。这片林子基本都是青枣树，树上结的青枣也很多，但青枣的个头却显得比较瘦小，但味道却十分香甜，毕竟浓缩的都是精华。出来采集水果，按照吉娜的习惯，肯定是要收集满满1背篓的果子，吉娜才会离开。毕竟走了这么远的路程来采集，肯定要多卖一些。很快，在吉娜的辛苦采集下，背篓便被一篮子一篮子的青枣装满了。吉娜蹲在背篓旁边开始品尝起来，随便吃几个就可以当做自己的午饭了，也能节省不少。简单休息过后，吉娜穿上衣服，背上背篓，便准备去到集市上了。卖东西，吉娜还是来到了之前那家店铺门口，因为经常在这里售卖，和老板也混熟了。这里靠近马路，人流量也多，买点简单的水果蔬菜完全可以。吉娜将背篓放下，便准备开始摆摊了。3块1斤的青枣，很快就吸引来了一大批顾客。青枣任由他们挑选，吉娜就只需要在旁边给他们称重就好。Để cho tội nhân tiên cũng cái này lấy 1 cân. để có cho nhá. Thầy cho ra. 2 cân. 随着吉娜摆摊时间的推移，现在都已经来到了下午4点左右了。毕竟小学都已经放学，路上经过的大都是家长接孩子回家，他们也都会顺便在路边购买一些吉娜的水果。最后的青枣也被一位大哥买走，清空库存。吉娜也是准备回家了。早上出门忙活到下午才收摊回家，这样忙碌起来基本就是1天时间，赚取的生活费也并不多，但完全也够吉娜1天的生活了。虽然日子过得清贫，但她却很享受这样的生活。这才是真正会享受生活的女人，独自一个人在野外修建房屋、种植庄稼，还在这里养殖了许多的家畜，不依靠他人，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年时间了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吉娜将小家修建在小河旁边，就是一个很好的决定。现在水车的完工，后面菜地基本不缺水，这里的蔬菜以后也会生长得越来越好，因为当地的天气在冬天的时候也是比较炎热的，而且降雨量会少很多。每天早上，吉娜都会给菜地的蔬菜浇点水，这样才能让它有更多的蔬菜享用。菜地照顾完后，吉娜便开始给家里的家畜喂上一些食物了。
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鸡圈收获鸡蛋了。现在鸡圈里面的草堆到处都是鸡蛋，因为母鸡基本没有一个固定的窝，所以也会间接的影响母鸡的产蛋率。家里的土鸡实在是太多了，这也是吉娜当下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。在简单的思考过后，吉娜准备给家里的母鸡再多制作几个鸡窝，争取让每只母鸡都能享受到单独的窝。说做就做，吉娜没有拖延症，拿上工具，关上家里的房门，便准备出发了。一个人独自居住在野外，做事情还是比较辛苦的。吉娜走了一会，来到了一处户外的竹林。居住在野外就是好，到处都是可见的竹林，可以随便砍伐供自己使用。吉娜拿上工具，便开始收集这些竹子制作鸡窝。农村基本都是使用竹子制作，方便又实用。吉娜将一根竹子砍倒后，再清理掉上面的一些叶子，整根竹子便这样直接被吉娜放在肩膀上扛回家了。回到家后，吉娜测量了一个大致的尺寸后，便开始着手与竹子的裁剪。她需要将运输回来的竹子都裁剪成合适的长度。这点小事情就让吉娜从早上忙碌到了下午。看来一个人想要完成这些事情，是真的很耗费时间和精力。如果不是有着强大的信念，估计早就放弃了。对于这些竹子，吉娜需要将它们加工出来，加工的方式也不用太麻烦。毕竟吉娜制作的不是一个复杂的鸡窝，既要节约时间，又要保证足够多的数量，所以鸡窝的制作也是选择的比较简单的路线。吉娜将竹子加工成这样很小一块的竹片，再将这些竹片的一端给削尖。收集到足够多的竹片后，吉娜抱起地上一堆竹片去到鸡窝里面。吉娜在鸡圈里面寻找了几个适合的位置，然后将竹片直接插进土里面，按照地面的形状围出一个圆形。等待将手里制作好的竹片基本全部使用完后，吉娜来到外面开始处理新的竹子。她将竹子制作成和之前竹片稍微细一点的样子，然后她来到鸡圈里面，开始将手里刚才制作的竹片弯曲起来。因为这个竹子的韧性很好，只需要轻轻用力即可以做到。然后吉娜再将竹片交接的两头给绑上铁丝，这样就可以将竹片制作成一个圆形。剩下的那些竹片也是一样的加工方式，制作出来的圆圈，吉娜直接将它放到刚才找好位置的竹片处。在确定好合适的位置后，吉娜便用铁丝将圆圈固定在上面，这样周围所有的竹片都会往外衍生。此时吉娜只需要将竹片的最上端将它们握在一起，同样还是用铁丝来将其固定，再用一个圆圈放置在最上面，用来加工这个鸡窝。这样整个鸡窝的框架就基本完成了。接下来吉娜便开始制作其他鸡窝，这是一项很费时间的工作，要是有人帮忙就会轻松很多。等待吉娜基本将鸡圈里面所有的鸡窝框架都完成后，她又制作出来一些薄一点的竹片，将鸡窝的其他地方都给简单的包装一些，确保鸡窝具有一定的隐私性。薄一点的竹片可以随便缠绕，只要确保鸡窝的进门处没有阻挡就好。这边基本都制作好了，还是缺少一些干草，于是吉娜背上背篓，准备去到野外收集干草。吉娜来到了旁边的一块空地，这里面有许多的干草，这些草正适合用来制作鸡窝，毕竟自己家里鸡窝的数量很多，干草的需求量很大。
干草收集回来后，吉娜便开始将这些草全部铺设在鸡窝里面。将鸡窝里面铺设完成后，吉娜还打算用干草将鸡窝周围也给包装一些，毕竟在这野外干草很好收集。在忙碌许久后，所有的鸡窝都被吉娜建造完成了。现在这些鸡窝看起来就十分不错，不仅防风还可以挡雨，也具有一定的隐私性，看起来非常漂亮。最后再给鸡窝里面放上几个鸡蛋，吸引母鸡就大功告成。